日本嚣张选手竟公然在中国赛事方脑袋上倒酱油，只因中国赛事方说日本选手打法肮脏，随后还在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选手弱小的就像一只蚂蚁，他随时都可以踩死，还说中国的姑娘就应该嫁给像他这样又帅又有实力的男人。随后就在赛场上被我们中国选手摁在地上猛锤，直接打到抢救无效，当场昏迷。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那红方选手穿着红色短裤的就是来自我们蒙古的猛将奥日格勒，另一边蓝方选手就是增田裕健啊。可以看到这个增田裕健现在上场之后非常的贱啊，在场地边来回的跳来跳去，像一只大马猴一样。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双方体型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这个增田裕健也很壮，但是在咱们奥日格勒面前，依旧是像一个小蚂蚁一样。因为咱们奥日格勒整整有300多斤的体重啊，对于这个增田裕健，可以说纯靠体重都能把他给压死。那现在这个增田裕健也是迟迟不敢进攻，咱们的奥日格勒站在那儿，这是等待进攻，就是完全不害怕呀。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场面一度是非常的搞笑啊，咱们的奥日格勒是丝毫不惧，但是只要往前一走，这个增田裕健就只能选择后退。可以看到双方在场地上已经僵持了1分钟，这个增田裕健是迟迟不敢出手，裁判这个时候也是宣布暂停比赛，并且是宣布给这个增田裕健来了一张黄牌，因为他是迟迟不去进攻。这个时候他好像满脸还写着委屈啊，他迟迟不敢进攻，他委屈个球，他委屈。好的，现在比赛继续，也可以看到现在奥日格勒是主动的进攻，奥日格勒现在就像一头猛兽一样啊，就像这个去逮捕猎物的猛兽。现在增田裕健还是不敢去打，还是在步步后退啊，开场之前的嚣张气焰在这个时候完全
是什么导致中国选手杨卓将韩国选手勒到口鼻喷血也不撒手？要怪只能怪韩国选手自作孽不可活。其实我也搞不清楚中国人为什么要打拳，他们甚至连泡菜都吃不起。我希望中国选手能够系好脖子，准备好逼我掰断脖颈。自从上一次杨卓被韩国选手偷袭恶意踢裆，杨卓就看清了韩国人的真实面目。后来只要遇到韩国选手，能往死里打，绝对不留情，通常只给韩国选手留一口气。至此，杨卓也被称为了韩国人克星。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那通俗点来讲啊，就是一场暴打韩国棒的精彩比赛。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双方选手的短裤差不多。我们仔细看一下，黑色拳套蓝方选手也是中国的炸药包杨卓，4冠王，也被称为韩国人克星。好，再来看一下红色拳套。那么现在正处于上位的家伙便是韩国选手杨敬浩。好，两位选手一开始毫不客气，当然也没什么好客气的啊，因为两位选手赛前已经是火药味十足，包括杨卓本人呢对韩国人也没什么好印象。好的，我们仔细看，在下位的杨卓疯狂的肘击砸向对手，在下位打上位这个很少见。一般我们正常理解为呢，在上位的人是优势。在下位的杨卓，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劣势，但是完全不惧怕对手，就是打不愧是杨卓不愧是炸药包一点就着。身为4冠王的杨卓，曾经在国内3次击倒邱建良，击败过的韩国选手更是数不胜数了所以说也被称为韩国人克星泡菜杀手。
好，这个角度要小心一点啊！裁判终止了对局，因为双方再打下去的话啊，可能就要打飞出擂台了。好，双方换一个位置，同样的姿势，杨卓也很配合。杨卓这个选手还是非常有武德的啊，我们是遵守规矩，不像这个韩国选手一般来讲啊，经常耍一些个阴险手段。Relentless ground and pound here from Kenny. Really has had a determined look on his face the last few days. A real shock that last fight in Legend 2, wasn't it? Definitely. Surprise to everybody. 好看杨卓，哎，腿部的三角锁，这是个倒挂金钩。但是非常可惜啊，这个韩国选手的脑袋非常的滑，怪不得说这个韩国人啊，这个非常狡猾，这脑袋也很滑。现场裁判发出了警告，告诉杨卓呢，不可以砸对方的天灵盖，打击天灵盖啊，这是犯法啊，不是违规行为。A lot of it. If it goes into the second and third round, I don't expect these guys to keep up this pace. 面对韩国选手的死缠烂打，我们看杨卓呢是丝毫没有想起来的意思。我没关系啊，我在下位照样打你，太厉害了啊！不愧是杨卓。好，仔细看，杨卓开始尝试要掰对方的手臂了，这是个木村锁，有没有机会？ Yang had a Kimura, but he let it go. I think really Kenny is just so much stronger than he is. 第一回合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战况的确打得非常的焦灼。哎呦，杨卓，我们就是不想起来啊！一旦想起来呢，扛着这个小泡菜啊都能扛起来。 可以看出杨卓的这个爆发力和力量啊是非常惊人的。杨卓刚刚是有些挑衅对手的动作，但当然啊，有些挑衅动作呢并不是很嚣张啊，只是呢，这是孙子兵法、激将法。 哦，又来了！这个韩国选手杨景浩啊，这杨景浩死缠烂打，他就是一个柔术系的选手。但当然，这种打法我们是不喜欢看的，非常的无赖。好，最后的10秒钟了，比赛马上结束。 好，不浪费大家的时间，看一下双方啊第2回合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仔细的看一下左边的黑色拳套啊，蓝方选手杨卓；红色拳套啊，韩国选手杨景浩。两人都姓杨啊，但是我们应该是爷爷辈儿啊，对方孙子辈儿啊。 这里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我们发现很多韩国人也叫中文名，姓李的、姓王的、姓张的都有。为什么？因为这个，只能说呀，藩属小国，以前啊，只是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不息的管，像个村儿一样啊。但没有想到，如今这个韩国人呢，经常啊申请一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说这个筷子是韩国人发明的啊，说这个什么孔子也是韩国人，好漂亮！看一下杨卓，好，这次杨卓是有优势呗。哎，什么情况？裁判临时终止了对局。哎呦，观众朋友们，我们最喜欢看到的一幕发生了。好，看到韩国选手这副造型、这副模样，那我就放心了。 这红彤彤的，看起来非常诱人啊！这是泡菜汁儿吗？可能是昨天泡菜吃多了啊，打吐出来了。
好，这是在下位的时候，杨卓啊疯狂的肘击加砸拳，把对方啊打出泡菜汁儿了。泡菜这个东西在韩国啊被称为国宝，在韩国人的眼里啊，这是宝贝啊，这是他们国家专有的东西。当然，观众朋友们，在我看来，这完全就是物资匮乏所带来的这个什么都当成宝。把泡菜、把白菜都当成宝了。说句不好听的，在我们中国呀，有很多这个养猪的，曾经说过，这个猪看了泡菜都直摇头。好，裁判再一次终止了对局，因为韩国选手的伤势，哎呦，这不只是眉骨被打出口子，这个嘴呀，哎呦，嘴都被打出了个大口子。哎呦，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一幕，我真的是太放心了啊，非常的放心啊，就怕这个韩国选手啊，他不受伤啊。当然，观众朋友们啊，这只是个开始啊，这个受罪的地方还在后面啊，真正遭罪的时候还没来呢。好，两个人再次来到了地面对局。杨卓刚刚啊也是一不小心啊吃到对方一拳。Expecting that. We saw some huge kicks from him. You could feel the air from the air of these huge leg kicks. But Kenny managing to evade those and then really coming through with this opening. Wants him to get off the ground now. Yeah, ironically, Kenny's the one bleeding, but he's the one that smells the blood. 这个韩国棒子杨景浩啊，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阴魂不散啊，缠住我们杨卓啊就死不撒手了。这个杨景浩在韩国的比赛记录啊，10场比赛当中啊有8场是判定获胜啊，所以说他的终结能力很弱，就是喜欢打这种赖赖唧唧的，趴在别人的身上啊消磨时间。能不能赢全靠裁判啊怎么去判罚。但双方啊这么打下去，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啊！我们看这杨景浩的后背上，跟那个北京烤鸭一样，像涂满了一层油，出汗了啊！好，我们注意看杨卓，哎呦，在背对方的大腿，这是个机会，足跟勾，这是一个锁技。哦，但是这韩国选手也非常老练啊，他跟着杨卓的这个角度一直在转。好，第二回合1分钟的时间了。屏幕前的您觉得杨卓这场比赛的表现怎么样？就目前来看，杨卓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你看，哎呦，疯狂的勾拳，虽然属于下位，但是我们在疯狂打对手。这个谁吃亏谁占便宜啊，这还说不定。而且这个杨景浩现在已经是开口了啊，已经是脸被打开花了。随着比赛的深入啊，他的口子、他的伤口啊只会越来越大。好的猛砸，哎呦，最好是砸对方的伤口。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最激动人心的第3个回合，它终于来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表现。好，仔细看一下啊，黑色拳套蓝方选手杨卓不要认错了啊，红色拳套便是韩国选手杨景浩。好，两个人又是来到了地面对局，这是没办法，因为这个韩国选手啊，他只会打地面。好，杨卓连续的蹬腿，这个专业点来说叫 up 踢，简单来说就是向上踢。这招也 KO 过一些选手，但是 KO 率的概率啊有点小。
两名选手的体能真的是不错啊，打了2个回合的地面对决，到第3回合还有体能去打。而且杨卓的这个白裤衩啊，都染成红色了。但是观众朋友们，杨卓是一滴血没出，那这个血谁出的呢？没有错，就是韩国选手杨景浩他身上流出来的泡菜汁儿。哎呦，我们看杨卓的身上，哎呦，看起来脏兮兮的，赶紧擦一下啊，看着非常的恶心。那么赛前这个杨景浩韩国选手啊，他表示说呢，让杨卓啊洗好脖子，准备好被他掰断脖颈。他还说我们中国选手的脖子啊，像小鸡的脖子一样，很脆弱啊，很细，很嚣张。但是韩国选手的嚣张啊，观众朋友们也不是1天2天了啊。好，比赛继续，但是两个人体能呢已经是有明显的下滑了。能看得出来，这个杨景浩是有一些摔不动杨卓了。Stand up, Mike. If your knees touch the ground, it's considered a takedown. So they are really unfamiliar with these wrestling style double leg takedowns that are really, really low. Those are exactly the kind of takedowns that Kenny is using over and over again here on Yang. 好，第3回合已经过去了1半的时间。杨卓之所以这么讨厌韩国选手啊，正是因为在应该是15年，被韩国选手一脚偷袭踢到了裤裆。那当时杨卓就看清了韩国人的真实面目啊，都是一帮卑鄙小人。这导致杨卓在接下来的每一次遇到韩国选手的时候啊，都往死里打。这时候我们看杨卓，我们中方选手是有个优势位。哎呦，不行了！我们看韩国选手的嘴啊，哎呦，这是口鼻喷血。There we go. Now Yang's on. Kenny looks exhausted. He might. Will Yang be able to finish it? Oh, he's got a rear naked choke. It looks deep. It's deep. This is trouble for Kenny Young. Just seems to have run out of gas in the last 30 seconds. 好，处于上位的杨卓，这是一个很好的骑乘位。不行了，这个杨景浩，我有没有反抗了呀？最后1分钟还很长。对方现在只能是抱住脑袋啊，尽可能的不挨揍。有了这个头部的裸脚，手臂已经放进去了。我们看韩国选手，哎呦，这个口鼻喷血呀！结束了，韩国选手拍手投降。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真的是太刺激了啊！最后的1分钟啊，在最后第3回合仅剩55秒钟的时候，杨卓找出了机会啊，也是裸脚降服了这个韩国选手，把对方勒的是口鼻喷血，哦，太精彩了！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炸药包杨卓，同时也非常感谢杨卓啊，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您的陪伴啊！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哇，好牛逼！这个就叫专业。2023年中日拳王争霸赛，中国拳王欧阳锋仅用时不到30秒，连续干趴日本拳王足足4次，在日本擂台霸气夺冠，创造历史。和欧阳锋一直在挑衅我，一直想挑战我，跟我比赛，但是他不敢来到中国和我比赛。现在我来到日本，何导，你害怕我，不要让何导见识一下我全部的厉害。我要让他闭嘴。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拳王争霸赛的现场。本场比赛是一场中国拳王和日本拳王之间的较量。那么眼前这名选手便是我们中方的代表，中国拳王欧阳锋。这战绩20胜2负，几乎没输过啊，高达90%的胜率。这一次来到了日本大阪，代表我们中国的官方啊，来迎战日本拳王，眼前的日本选手何岛大海。这战绩20胜4负，其中包括17次 KO。我的妈呀，这个家伙在日本可以说是这个 KO 率高的吓人。28岁，比欧阳锋呢是大了2岁啊，也是当打之年。哎呦，这个家伙还比划出了这个58刀的动作，很猖獗。
本场比赛他是主场作战啊，所以说呢，心态上来讲呢也是比较平稳啊。台下的观众也都是小日本子。本场比赛在2023年的12月9号开打啊，所以说比赛呢是最新的比赛。欧阳锋呢多次邀请这个河岛大海来中国参赛，他就是不来啊，还不断挑衅，隔岸挑衅啊，比方说呢，欧阳锋只要你敢来日本，我保证打到你拿着回中国。好，呵呵真是很狂啊！欧阳锋这次来了啊，我们也是来到了现场。什么情况？比赛开始发生了意外啊，应该是有提裆，但是呢，应该不是故意的。这应该是欧阳锋啊，一不小心踢到了这个河岛大海的裆。但是一般来讲，日本选手啊，这个小鼻子小眼睛，这哪儿都小，应该没那么容易踢到吧？好，来看一下。哦，这脚哦，这是刮到了，不是故意的。这个，观众朋友，这欧阳锋肯定不是故意的啊。好，再来看一下，蓝色拳套，黑色短裤，欧阳锋。红方选手就是日本选手河岛大海。从侧面上来看，欧阳锋的整体身高上呢是有優勢啊，包括肌肉维度上也是更扎实，而对方看起来是比较肥。3週間ぐらいトレーニングしてきたんですね。2車種してきました。やっぱりスーパーボーンとかね、いろいろちっちゃい結構世界の強豪と。要小心，欧阳锋千万要注意防守，因为对方的这个 KO 率啊，的确是高的可怕，80%多的一个 KO 率。目前来看，欧阳锋整体的状态呢是比较紧张，客场作战，难免呢在心态上啊会受到影响。啊，你看这个拳打得很硬啊，比较僵硬。但无论怎么说，一定要先把这个气势打出去，因为这个小日本子，这个他们都很喜欢啊捏软柿子啊。如果你这个气势不到位啊，对方就会把你当成软柿子啊，疯狂的进攻。我们看这个河岛大海，他是一个左架选手，这样欧阳锋呢很不适应。因为欧阳锋在国内打的比赛，我们国内的中国选手大部分来讲都是正架。好，漂亮，前手的平勾。好，这波换拳有优势。好的，这几拳打得很准。我感觉这个河岛大海呢已经是有点晕了。哦呦，欧阳锋的拳啊，冲劲十足。好，又是一个前手平勾，这个反击打得很准。欧阳锋抓时机的能力还是不错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那么在第一回合，欧阳锋的整体状态呢是偏紧啊，是有点紧张的。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感觉欧阳锋的这个状态啊也找回来不少。这场比赛毕竟是客场作战啊，所以说在整体的状态上来讲呢，受到影响啊也是很正常。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支持欧阳锋，如果你也看好我们中方选手，那我们就怼过屏幕，哈哈，对着屏幕怼过两下子，一起来支持中国选手。好，我们看第二回合，欧阳锋一上来就是连拳带腿，整体的压迫感的确是给到位了。这欧阳锋啊，这打拳很干净啊。要小心对方的腿法。这个河岛大海呢，之前有很多次啊腿法 KO 对手的经历。但是拳法上来看，欧阳锋啊，的确是要更胜一筹。好的，哎呦，
前手平勾打得很有质量。要小心，要小心对方的扫腿。这个鹤岛大海是不断起腿了，开始。哦，要小心，对方的扫腿很冲啊。哦呦，欧阳锋这个时候有点不太稳，防守，头部的防守啊，哎呦，看得着急啊，这波看的的确是很着急。还好欧阳锋也是凭借着过人的抗击打能力挺过了这一波。不得不说欧阳锋的抗击打能力啊，哎呦，哦呦，这个前手平勾，双方的换拳，欧阳锋的速度和质量更胜一筹。要结束了吗？这是一次读秒，但是对方表示还能打。欧阳锋乘胜追击，毫不留情，又是一拳，然后但这一次并没有给读秒，对方还要打，又一次，第3次。还要打吗？再来一拳！哦呦，结束了，这个应该是没有悬念了，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中方选手欧阳锋。我们看欧阳锋已经是开始咆哮了啊！这场比赛的确是很不容易，因为在比赛的第2回合一开始，欧阳锋啊险些被对方给 KO。好，这场中日拳王争霸赛最终的结果已经出现了啊！中方选手呢也是霸气的 KO 了对手，太精彩了。好，看一下这个，双方同时换拳，但是欧阳锋的启动速度啊，包括他的质量、重击能力啊，是要比对方更强的。哇哦，欧阳锋也晃了，但是对方啊晃得更狠啊，直接躺到了地上。那么后续更是不到30秒连续击倒对方4次啊，欧阳锋的这个拳太狠了。好，恭喜欧阳锋在日本擂台成为了第3个中国在日本夺冠的中国选手啊！之前第1个是魏睿，第2个是刘策，那么第3位就是欧阳锋，让我们恭喜欧阳锋啊！这场比赛是创造历史的比赛啊！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